俄罗斯的匕首到底算不算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从速度上，它肯定是算了。但是，当我们从高超音速导弹这6个字引发的对于一款极其先进的武器的期待来看呢，要真算上它的话，就有点牵强了。因为本质上，匕首它就是一枚空射的弹道导弹而已，而弹道导弹从来都是高超音速的呀。就连现代导弹和火箭的鼻祖 V2，照这个概念来讲，也能被称之为高超音速导弹。可是，谁会认为它是高超音速导弹呢？所以，究竟什么才能算是高超音速导弹，而匕首又到底算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定义各国之间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但无一例外都包含了2点：速度和机动性。美国的导弹防御拥护联盟说，高超音速导弹是指那些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机动的武器。俄罗斯的国际事务委员会说，高超音速导弹是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大气层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机动的武器。仔细对比，好像定义里面少了整个飞行过程这个约束条件，所以看起来是要松一些的。而这个呢，也正是为什么能够把匕首归为此类武器的关键了。这个咱们稍后再说。从速度和机动性这2点出发，现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通常所指的就是2类导弹系统了，一个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另外一个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前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像一枚弹道导弹一样被火箭推进到极高的速度，直至冲出大气层。但接下来的操作它就跟弹道导弹不一样它不会像弹道导弹那样在大气层外划出一条容易预测的抛物线，而是会在发射后不久呢便重新进入大气层，依靠其升力体的外形，在不使用发动机的情况下灵活地飞跃数千公里，直到抵达目标头顶。我们的东风17是这样，俄罗斯的先锋也是这样，而美国也有2款这样的武器呢正在开发。那另一个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呢，它几乎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这个家伙在飞行全程都是有动力的，所以就拥有了不可比拟的超强机动性，以及不用再飞那么高靠势能换动能了，也就更难被探测和拦截了。但是在如此高的速度下飞行如此远的距离，它需要装备一台我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的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而正是它几乎就拦住了所有人的脚步。怎么回事呢？因为普通的以吸入空气来燃烧的发动机呢，都是工作在高超音速以下，甚至是超音速以下的。他们一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温，二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速气流了。SR-7上面的 J58 是一台复杂的可变循环发动机，在高速之下呢，不过也就是3马赫可以开启冲压模式，让迎头冲进进气道里面的超音速气流呢，替代压缩机的角色，在被进气道减速变为亚音速气流的同时，获得了高压，得以在燃烧室里面充分燃烧，再以比进气时更快的速度从尾巴喷出去，提供推力。但你再来看装在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上的发动机呢，它的进气速度会是更快的高超音速了。当然也是可以不要压缩机，自己就能压缩自己了。但要压缩到什么程度呢？压缩到亚音速，好燃烧，但是燃烧完喷出去的也就是个超音速而已，这一前一后反而损失了速度，顶多平进平出吧，怎么提供推力呢？好，那就别压缩到亚音速，就让气流保持在超音速的状态进入到燃烧室，好歹嘛，燃完之后还能以更高的高超音速喷出来。但是火苗它就不给面子了，在超音速气流的冲击下，它很难稳定的燃烧。美国的 X-51A 在空中好不容易才达到了稳定燃烧200秒的成绩，而我们呢，也只是在地面上把它坚持到了600秒而已。看起来试验都还在早期，就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部署过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了。那匕首又算什么呢？它顶多算作一类叫做制导弹道导弹的，勉强可以叫做高超音速导弹的类型了。它绝大部分时候的表现都跟弹道导弹一致，只是在最后阶段靠鳍片做出一点机动的动作，把自己带到目标的头顶嘛。匕首虽然在2017年才投入使用，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武器，而是陆基发射的，早在苏联时期的1988年就开始开发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的空射改进版而已。的确在米格3E的帮助下，它是可以把自己加速到高超音速，也的确可以在整个飞行阶段实施机动，但总感觉有点像是靠蛮力来完成的，跟我心目当中的高超音速导弹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好了，你怎么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跑快了之后，就需要考虑气动外形了。所以跑车会升起尾翼，飞机会削尖脑袋，速滑则需要先把自己装扮成外星人。那么，要是再快点呢？比如比音速还要快上很多倍，就要用上乘波体了。就像东风17导弹那样，长得既不尖也不圆，而是一副扁扁的造型，却能够打出10几倍的音速。好，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乘波体？为什么乘波体在速度上更占优势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把它讲清楚。在空气中运动的物体有一个坎儿，那就是音速。因为一旦超音速之后呢，就会碰上音障，产生激波，导致阻力大增，效率骤减。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产生的。空气也是实体，所以当物体在空气中前进时，实际上是需要将自己前方的这一团空气给推开才行。我们把前方这一团空气想象成一个完整的球体，推动空气前进的是一辆行驶速度很慢的小车，所以它推动空气球的过程也是很慢很慢的，已经慢到我们肉眼可见了。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空气球先是被小车挤压，然后恢复原状，再之后呢往外弹开，跟高速摄影机下的网球很像。这个挤压、恢复、弹开的过程在现实当中虽然很快，但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让小车加速，不断的加速，一直加速到在挤压了前面的空气球之后，还没有等到它恢复就又往前挤压了的程度。此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因为每个空气球前面还有别的空气球，于是这个空气球就会去压缩下一个空气球，下一个空气球又会去压缩下个空气球，就这样传递下去最终形成了一连串都来不及恢复原状的压缩空气球堵在小车前方了，就像是某种看不见的障碍物。那么小车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速度才会使前面的空气球来不及恢复原状呢？答案就是音速，因为声音传播靠的就是空气的压缩与复原，所以空气压缩再复原的速度呢就是音速，这个障碍也就很自然的叫做音障了。此时运动物体前方的空气在不断的挤压并且来不及复原的情况下呢，密度陡增，而它两侧的空气并没有被挤压，密度也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在这两种不同密度的空气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便是激波了。尖头的物体产生的是斜激波，圆头的物体产生的是正激波，这两种波都会带来很大的阻力，降低物体前进的效率，而乘波体却似乎毫不受此影响。那是不是意味着乘波体就不会产生激波呢？当然不是它也会产生激波的，但人家却会利用激波。准确点说是把激波当成风火轮，然后踩着它一路狂奔。从风洞成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当一颗传统的圆锥形弹头在超音速下飞行时，气流会在弹头尖端发生偏折，并画出2道激波。经过激波的气流压力瞬间上升，于是便立马形成了2个高压区。这2个高压区上下分布均匀，压力相等，所以相互抵消，既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带来什么坏处，感觉就这么白来了一招。但剩下的由激波带来的阻力却是实实在在的，于是工程师就思考，有没有什么办法既不让高压浪费，又不让阻力作祟呢？当然是有的。其实从这幅图中我们就能够得到启发。你看，要是我们从中间将这枚弹头一分为2，并且拿掉上半部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时候上表面与气流方向是平行关系，所以流经上表面的空气是不会发生偏折的，也就不会产生激波。整体上看阻力少了一半，向下的压力全完，弹头就只会受到来自于下表面向上的压力了。此时的压力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升力。所以乘波体为什么叫做乘波体就是因为它是乘坐着激波飞行的，别人被激波干趴，它却把激波骑在胯下。这让我想起了孙悟空和筋斗云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2维的乘波体推出成3维时，它长得就像是一块蝎子了。再把这块蝎子的顶面对准气流方向，它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升力体了。这样的升力体真的能飞吗？看看美军的这3兄弟就知道它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虽然是可以产生升力，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下表面上的高压气体很容易就会从2侧泄漏，并流到上表面去了，使底部压力降低，升力自然也就降低了，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乘波体。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锁住这样的侧漏呢？有的，那就是将这个楔形升力体的2端往下掰，使得激波面和它的前缘相重合，用激波面来包裹住升力体的下表面。为了更形象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专门用3D 打印机制作了这样一个乘波体。
你看它顶上的这根棘在飞行时会跟气流方向保持一致，所以上面的这2个斜面呢是不会产生激波的，激波会沿着下表面产生，并附着在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平面上，就像这张纸一样，形成一个正好把沉波体底部完全兜住的平面激波面。因为气流只能单向穿过激波，一旦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这样就能利用激波将高压气体牢牢地锁定在下表面上，维持住了升力。这种形式的沉波体啊，叫做楔岛沉波体，算是第1代的沉波体了。它有个变体，就是像图中这样长得圆滑一些的，但由于产生的激波面依然还是一个平面，所以呢还是叫做楔岛沉波体。那它有什么缺点呢？因为实在是太扁了，很难装下导弹的引导头和战斗部，所以基本没有太大实用价值。于是我们就迎来了第2代沉波体，它的激波面不再被局限于一个平面，而是采用圆锥面，所以叫做锥岛沉波体。思路跟上一代一脉相承，也是让激波面来包裹住沉波体的整个下表面，并防止上表面产生出激波。但由于激波面鼓起来了，所以也就让沉波体鼓起来了，空间一下子就得到了解放，锥岛沉波体也因此开始进入了实用阶段。我们的东风17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所谓沉波体，就是利用一种特殊的外形设计，让锥形的激波面包裹住飞行器的下表面，利用超音速产生的高压区，让飞行器的升力更大，阻力更低，就像骑在激波面上一样，轻松飞出数倍于音速的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后半段理解起来可能有点难度，需要你有较好的空间想象能力。大家尽力而为吧，看没看懂呢，都留言来告诉我一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看，这是顶在星舰下面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屁股，密密麻麻的插着29台猛禽发动机。历史上唯一能够跟它平起平坐的是苏联打算拿来载人登月的 N1，不过后者发射4次呢就失败了4次，从此变成了传说。所以半个世纪以后，超级重型凭什么相信自己不会步其后尘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第一点，既然时间已经走过了那么远，所以不管是制造技术还是材料技术呢，都已经比当时进步了太多。很多原本需要使用大量吸水零件才能够组成的复杂结构呢，如今直接就变成一个整体搞定了。对装配工艺的要求呢，大大降低，使得工业机器人也可以加入进来嘛，既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人手在其中的失误。另一方面呢，材料进步也使得今天火箭发动机里面的零件更轻也更强，即使是面临压力时呢，也能够挺上更长的时间。这意味着它自己不容易炸，炸了也不容易连累到别人嘛。其实第2枚 N1呢就是这么炸的，而且还炸出了人类历史上除核爆以外的最大当量，直接就把整个发射台给陪葬了。起因是第8号引擎的液氧泵发生了爆炸，由此产生的冲击波和碎片呢，直接将周围几台发动机的燃料管线全部破坏掉，导致集体宕机。启动后不久呢，便落回到发射台上，把2300吨燃料与氧化剂倾泻而出，酿成了惨剧。如果单个发动机自身更加安全可靠了，是不是这样的灾难就能够避免了呢？那这当然是加分项啊，不过却不是超级重型自信满满的关键。所以咱们再来看看第2点，更加先进的控制系统。其实说更加先进呢，有点不够准确啊，因为 N1 虽然有一个称之为 KORD， 在俄文里面是引擎运行控制的首字母的飞控电脑，但是前3枚上呢，这个电脑是模拟的，到了第4枚才升级成了数字。以今天的角度看呢，它能不能被算成是真正的电脑，其实还是值得商榷的。而且4次失败里面呢，有3次都该算到它头上。在第1次发射的时候呢，他把一台发动机的燃料泄漏起火误判成了火箭失控，于是，在起飞68秒后呢，关闭了所有的发动机，并锁死了1、2级的分离机构，导致丧失了推力的2750吨重的火箭呢，狠狠砸在了52公里开外。第2次我们说过了可以勉强脱开他的责任。第3次发射的时候呢，火箭刚一升空就遭遇到了意外的涡流影响，从而开始不受控制的滚转起来，完全就超出了 KORD 的补偿范围，在短短的48秒内呢，就自己把自己给撕裂了。到了第4次发射本该在第1级点火完毕后分离的第2级，却并没有按照预期那样出牌，而是非要等到6台中央发动机关闭后产生过大的机械应力，把输送燃料与液氧的管线挤破着火后，跟着第1级一块炸成了花。你说就这样一个飞控电脑，我们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嘛？
反观超级重型啊，它不光是有飞控电脑，就连每台发动机里面呢，都是有独立电脑的，还不止一台。拿用在猎鹰9号上面的梅林 ED 发动机举例，它里面有3台电脑控制，而且每台电脑呢都含有2个独立的处理器，因而可以被视为是平行的进行6次运算。一旦一个处理器故障导致计算错误呢，另外2台便可以立即识别出来，并重启错误电脑。随后错误的处理器和该台电脑剩下的另外一台处理器呢，同步获取正确的数据，重新开始运算了。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整体故障的概率嘛。同时啊，火箭上还有另外专门负责计算飞行轨迹和火箭整体各项数据的飞控电脑，也不止一台，里面呢也不止1枚 CPU， 整个系统的冗余设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猎鹰9号和梅林 ED 是这样，相信超级重型和猛禽呢会是只强不弱的，用数百台电脑带29台发动机，自然不会犯用1台电脑带30台发动机时的低级错误了。但其实它还不是超级重型更加靠谱的关键，那就继续看第3点，这个才是真正的分水岭嘛，它就是完全彻底的测试。由于一出生就是为了要能够重复使用的，所以每一台猛禽发动机呢都是可以点了又灭，灭了又点，于是这样便造就了它的一个特殊优势，可以不断的进行测试，出厂前测试，装上火箭后呢再测试，最后还要来一个除了不飞其他都跟真正发射没有两样的静态点火测试，全部通过以后才能迎来真正的巅峰时刻。而 N1 上面用的 NK15 发动机呢，它唯一的一次测试就是在发射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当它一旦运行就是在燃烧自己了，这种过程无法逆转，自然就测试不起来了。连测试都跳过了，你还指望它能够有多高的可靠性呢？4次爆炸里面只有1次完全怨它，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好了，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静态点火测试，那就再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SpaceX 该怎么来完成超级重型上那29台猛禽一起点着的测试吧。虽然此前在3号样机上已经成功实现了3台猛禽的静态点火测试，但把它们再翻上9倍实现完全静态点火又是彻底不一样的。当29台猛禽一起喷火时呢，其产生的推力比猎鹰9号的7倍还要多，真正的史上最强。这样的烈焰在喷向地面的时候，无疑对火箭本身与发射平台呢，那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以往发射平台呢都会靠专门的燃气导流槽来降低压力，但是 Elon Musk 偏偏不这么干，他为超级重型搭建的发射架就是一个离地面只有20米、四周镂空的架子而已。因此，一旦发动机点火呢，巨大的热量与能量将会直接传递到下面的混凝土结构上。要是一般的混凝土呢，那就完蛋了。不仅自己完蛋，还会在完蛋的时候呢，把碎块炸到发动机上，带着火箭一块完蛋。SpaceX 吃过这个亏，所以现在用来送超级重型和星舰上天的发射台呢，用的是一种覆盖了超级耐腐蚀涂层的混凝土，并且还配备了一个大型的喷水系统，可以直接将水喷射到发动机的下方。你以为它是用来降温的吗？并不是那只是它的附带效果。它真正的作用呢，是来杀噪音的。因为巨大的噪音其实是一种能量，破坏力极大的能量。为了让这股能量不至于击垮发射台和火箭呢，就得为它找到替代品。看起来水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为了将29台猛禽的巨大推力比较温柔地传递到火箭的圆筒壁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们的点火顺序给错开，好让功率逐渐增加，这样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火箭壁呢也有个准备的时间嘛。其实在猎鹰9号和重型猎鹰上呢 ，SpaceX 就已经这么干了。前者是2辆成对点燃，等上150毫秒后呢，再点燃另外一对，整体用时半秒钟。后者重型猎鹰上发动机也不少类似的点火顺序会总共用时2秒钟，使火箭的发动机达到最大功率。显然超级重型呢也基本上就是这个路数的。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有任何一个或者是一对引擎在启动时发生故障，都是可以迅速关闭，不至于影响到整体运行的。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冗余设计嘛。至于 N1， 你搞那么多引擎又没有单独对一个的控制权，于是增加的只是复杂度，而不是冗余。好吧，但是其实说到最后呢，还是要看实际表现的。希望 SpaceX 快点让我们看到29台猛禽同时成功喷火的那一刻。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